就算雨伞破了，身體濕透，沒法子。就算冷笑冷到不是味兒，就算我向世界飛奔千百里，又再輸。就算跌過百次，再尋下次。溫室無非逃避災或雨，傷寒像照鏡子，淚痕仍似詩。曾想像太好，歷太多失意，孤單的滋味，天知我知。太幸福的事，也許要變過幾次，方到珍惜的意思。曾失落太多，就是多一次。多這的思念，永不可遏止。追着緊的事，已經錯過無限次。請讓我將心中句子認真講你知。33年前，绑架香港首富唐世平的是乔江山。如果有人把这件事抖了出来，我跟我弟弟这几十年的心血就会化为乌有。那个警察倒霉，知道这个秘密，所以他得死。只有死人才绝对不会泄露秘密。我觉得最大可能就是巴达目睹了案发经过，那个杀手要杀巴达灭口。乔江山曾经注资过 Sapla 的公司，还因为这样两个人一起赚大钱。他们像搭档，不像仇家。另外，三大富豪跟 Sapla 没什么生意来往，所以结怨的可能性很小。至于行凶的枪，这么多社团都不肯承认。香港这边的线索还没有突破，程 Sir， 印尼那边怎么样？我们找萨普尔的家人、下属，还有部分可能曾经跟他有过节的人问过话，没有什么线索。由于牵涉的人太多，印尼警方会继续跟进。再周密的计划也会有破绽。我们把自己搜集到的线索跟对方调换来看，可能有新的看法。没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乔先生，许瑟他们到了。好，进来。乔先生，打扰了。来，请坐，请坐。有些事说清楚比较好。只是补充资料而已。我记得乔先生说过，这次 Sapla 来，在死之前跟你通过电话，跟你谈过一些生意上的合作，对吧？我们这些生意人在电话里谈生意很正常的。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像是谈什么可换股债券的事，对吧？对呀，数目好像还挺大的，有200亿啊。算是我们公司今年很大的投资。根据电讯公司的记录，在2月25号下午5点42分，你的确跟 Sapla 先生通过电话，而通话的时间是28秒，不够半分钟就可以谈成这么大笔生意。是啊，喂，可能之前谈其他生意说过一下吧，所以在电话里说2句就差不多了。
而在这28秒里，你还要谈谈你的可换股债券要随着美国的加息而做出调整吗？就是，哎呀，一两句话就行了。但是我们查到，在萨普拉先生死之前，美国一直在减息，在萨普拉先生死后3天，美国才宣布加息。不知道乔先生你是预知美国会加息呢，还是太忙了，有点混淆了？我们做大生意的，经常会套各方面的消息，但是有时候我们说话，比如说心里面是想可能会加息，但是嘴上就说加息，啊，可能我一时说得太快，说错了吧？啊，对了，就快3点了，欧洲那边要开市了，许四儿，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想专心看股市啊。好，乔先生那么忙，不烦你了。乔江山很明显前言不对后语，这些大商家平时那么忙，一时记错了也不奇怪。不过在有其他头绪之前，把乔江山继续列为调查目标。Yes sir。怎么好意思啊，凯伦姐，让你出钱又出力。我出力而已，出钱的是潘 Sir， 他知道你们辛苦了。烤过的腿蛋式啊，我最爱啊。好，谢谢。哎，这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看着盛天注资到萨普拉公司的计划书，看得头都大了。你看看我这一叠是 CIB 收集的资料，比历史书还厚。喂，怎么有本纪念册？哦，是何兆良的家人弄的。上次我带你们出席他的丧礼，顺便拿本回来给你们看看。你们慢慢吃啊。谢谢啊。谢谢。忙到死，哪有空看这些东西啊？诶，是乔江山帮他写的序言呢。何兆良先生热心公益，对社会贡献良多，对其离世深感惋惜。哎，人都死了，肯定全是好话了，对吧？喂，他会开船啊？这些上等人呢，有很多都喜欢开船出海的。哼，浩娟，给我看走。警察，停好，不然开车了！这艘快艇很像宜兄在石原州开走的艘。要真是那艘快艇，肯定会有头你开枪打中的子弹孔。有摸清何兆良的底 ？Yes sir。这叠就是何兆良的资料，我们反黑组留意他很久了。这些资料很多年前就有了。我知道他以前在律所当师爷的时候，跟一些三教九流的人很熟。当年乔江山找他帮忙，就是看中他这个关系。很多大富豪做事不小心踩过界，都是找他出面。你不也是在佐敦被3大社团围堵过吗？会耍手段的话，就算有证据，也很难定他们的罪。连他们都定不了罪，又怎么对付大富豪呢？这就叫做记录在案，万一有什么事发生，也方便去查嘛。何兆良一共有多少艘船停在这里啊？哦，我看一看。何先生有1艘帆船和1艘快艇是停到我们这里的。那2月26号，你们是不是所有出入口都装了闭路电视啊？哦，是。那这份呢，就是我们客户何兆良先生今年2月份手提电话的通话记录。谢谢啊。你仔细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开这艘船来这里修过？没有。谢谢你。何兆良最近1个月手机的通话记录大致正常，星期1至5每晚10点半到第2天凌晨的5点钟，正好是美国开市的时段。何兆良有通话记录，看来他是在监控美国分公司那边的股票市场。早上7点钟开始，他就有很多电话，大多是盛天的同事跟他联络的电话。最巧的是，26号早上9点钟左右，也就是萨普拉跟巴达被枪杀的时候，这期间何兆良的电话没有打进打出的记录。
1个多小时没有通话记录，很可能是去了一些手机没有信号的地方，又或者是关机了。哎，石原州不就是手机没信号的地方吗？何兆良很有可能就是凶手啊！现在最关键的就找到那艘快艇。我翻查过游艇会的闭路电视，在26号的清晨4点18分，何兆良开了自己的快艇出去，但是之后就一直没有开回来过。我们也查过了其他游艇会、船坞还有码头，都没有何兆良快艇的下落。假设何兆良半夜开快艇出去找萨普拉，在早上9点钟到了石原州，杀完萨普拉和巴达之后，就把快艇开走。当时我开枪打中他的快艇，不排除何兆良要毁灭证据，所以弄成了快艇。那就能解释为什么游艇会的记录是有去无回，快艇就这样人间蒸发了。这个推断算是合理，但大家看看，何兆良跟萨普拉没有任何瓜葛，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呢？如果没推断错的话，何兆良是有人主使的，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乔江山。这件事一定要小心处理。我翻查过反黑的档案，何兆良帮乔江山打了很多擦边球，甚至做了严重过界的事。我之前在向乔江山问话的时候，他前言不对后语，对在跟萨普拉的交往上有些隐瞒，再加上乔江山对何兆良有恩，所以何兆良绝对有可能肯帮乔江山杀人。伟琛，你刚才就像拼图似的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拼凑出来了，也跟已有的证据相当吻合。但是说到底，这些只是推断，不能算实质的证据。但是这么多巧合同时出现，我想这个推断跟真相差不多。那好，我们就锁定目标，先向律政署申请搜查令，搜查何兆良的家，再对乔江山做深入调查。Yes, sir. 是百合，你最喜欢的巴达。以前是你知道我喜欢什么，现在到我要知道你喜欢什么了。你喜欢我积极做人吗？要走自己适合的路吗？我会的。之后我会去内地拍戏，演女主角表妹的同学，一步步来，我会努力的。是啊，巴达，这丫头懂事多了。我跟兄弟们也在很努力地把凶手找出来。放心吧，有眉目了。案子都有进展了，你怎么还这么愁啊？世事难料，有些事不想它发生也会发生，躲都躲不了。你想躲什么？为了巴达，当然不能躲了。不过我怕查下去，可能会有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天父，我求你尽快让伟琛抓到杀巴达的凶手，那伟琛就可以早日从伤痛内疚之中恢复过来。Okay, Mr. Hughes, the last questio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economy for the upcoming year?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great.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Mr. Hughes.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个酒会是萨普拉死之前开的。我们在短片里面看到，当时乔江山的手很明显没事，但是萨普拉死了之后，我们去找乔江山问话的时候，他的手很明显受了伤。我也觉得他的手不像他说的只是撞到那么简单，应该是挺严重的。但是我们找过乔江山常看的3位医生，看过那些诊所护士和大厦保安员的口风，这大半个月以来，乔江山根本就没看过医生。萨普拉没死，他的手就没事。萨普拉死了之后，就说自己撞的，但是又不去看自己熟的医生，会不会他心里有鬼，才不敢看正规医生？虽然这些不能当证据，但是整件事这么凑巧，让整件事更加可疑。
叫 CIB 那边帮忙盯紧乔江山。Yes sir。不好意思，也没撞到。没事没事。伤口复原得很好，下次再来检查一下就行了。那就好了。谢谢你啊。请别动。9楼总区重案组徐伟琛高级督察，冯志亮先生，你涉嫌无牌行医，现在正式拘捕你。你有权保持缄默，你所说的，将来可能会成为呈堂证供。带走。东西带回去。Yes sir。两位乔先生，原则上要请两位回去协助调查。冯志亮，5年前卖摇头丸被吊销执照，不能再做医生。这次居然无牌行医，还被抓个正着。啊，你说5年能不能出来呢？何止啊！我们还在你诊所搜出了大量的药丸。根据法证初步的推断呢，那些是需要医生处方的精神药物。喂，罪有多大你自己知道了，不用我说了吧？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我们想你跟我们合作。我不是不想跟你们合作，而是不知道怎么样才算合作。我跟我大哥去看医生而已，难道看医生犯法吗？你们是超级有钱人，有名医诊所不去，却看这么偏门的，还是没有执照的。说不通啊，乔先生。哎，你才说不通呢！喂，医生好不好，不是看有没有执照，而是看医术。我不管他住在中环还是深水埗，况且，他是我朋友介绍的吗？他好的不得了，我哪知道他没执照啊？可不可以叫杯红酒啊？乔先生，你之前跟我们说过，你的肩膀是撞到了，小意思。但是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我们在黑市诊所找到了病历记录，虽然只有编号没有人名，但是里面所写的病征跟你的伤势很吻合。这里指出，你右边肩膀所受的是枪伤，而诊治时间是2月25号晚。这么巧，萨普拉也是2月25号晚被枪伤。这种巧合你怎么解释呢？巧合是你说的，徐四。我肩膀的伤是我的隐私，不需要跟你交代。不想说没关系，不过真相怎么样，我想很快就会大白。好，那就等等吧。除非你觉得看黑市医生罪很大。徐四，我的协助调查应该告一段落吧？差不多了。大哥，刚才表面上是抓无牌医生，但事实上是冲着大哥你来的。我想我们要想些对策才行。我不会看错人的，那个徐伟琛很麻烦。哎，幸好我一早把他跟子林分开了，所以我的决定没错。他非要调查也挺难办的，随时被他抓到把柄啊。哎，麻烦一定会有，喂，但最多是声誉上有些损失，不会死的。被这个徐伟琛死咬着不放，会不会有危险？我乔江山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哼，他威胁不了我。哎，何兆良人都死了，姓乔兄弟俩嘴又这么硬，身后还有一帮律师在，看来要定罪啊。难度分是9.99啊，的确是比较难。
但是可以逐个缺口击破它。只要证实乔江山右边肩膀是枪伤，就已经打破了第一个缺口。没错。头儿，怎么样？法庭搜查令已经批了，我们可以搜何兆良家了。第二个缺口来了，行动。Yes. 嗯，是谁呀？可能是搬运工人吧，你去看看。哦。外面警察。核算的是吧？什么事啊？我是九龙总区重案组徐伟琛高级督察，这是搜查令。所有东西都不能动。头儿啊，这些书都是法律啊、金融什么的啊，连食谱都有，没线索。我这叠单据也很正常，家里啊、公司啊一些单据。光碟呢是盛天的计划书和开会记录，其他的慢慢看才知道。我这些也是普通的商业文件，看来要靠你的笔记本了，头。资料都删除了，还是很彻底那种。无缘无故删除自己电脑的资料，还要问吗？肯定是想毁尸灭迹。网络供应商一般会记录用户所有的网上活动，就算用户把电脑全部格式化，删除所有的浏览记录，我们也可以找出来。看，这就是你们之前要的资料。谢谢你。这些是2月26号，也就是萨普拉跟巴达被杀那天，何兆良的浏览记录。除了有网址之外，还有每个网页的停留时间。哎，这个网页何兆良看了很久哦。点进去看看。地政总署的网页，罗州门一带的海图。无缘无故看这种偏僻地方的海图干什么？潜水啊？罗州门是全香港最深的海域，又是航道，不适合潜水。会不会是他想找一个水够深又没有人潜水的地方，用来弄成快艇的？头儿，找到了，何兆良死之前在赤柱租过一艘快艇。哎，那就对了。正如头所说，何兆良大有可能就是用租回来的快艇拖着自己原本那艘快艇去罗州门，接着到了罗州门就弄成自己的快艇，那就能毁尸灭迹，一了百了了。这么迂回曲折，难怪我们怎么查都没线索。现在有了，找水井。Yes sir。很累啊，刚好够48小时。我们也是刚刚好在48小时之内找齐证据起诉你。反黑那边已经找到人指证你卖摇头丸，还不是1、2次，是连续卖了几年，加上你无牌行医，10年8年牢，想不想做？当然不想了。我现在给你个机会，跟我们警方合作，转做污点证人，指证乔江山。案子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给你个新的身份，去别的地方重新来过。这条是你唯一的生路，想想吧。对了，子林，你不是说很想去南极看南极光吗？你有空吗？做完手头上的事就有空了。不过呢，想想，我们一家人很久没去旅行了啊。
南极呀，冰天雪地，大家都要穿得跟粽子似的。大嫂适合你啊，在游轮上走来走去，可以顺便展示你的皮草，不用下船的。乔先生，外面来了很多警察，他们说要找2位乔先生。啊？弟弟，发生什么事了？对呀，怎么警察都来了？嗨，没事的，我看是想跟进一下，协助调查而已，没事的。九龙总区重案组警司潘国成、乔江山先生、乔江河先生，你们涉嫌与一起串谋谋杀案有关，现在正式拘捕你们，不是势必要你们说，但是你们所说的可能会作为呈堂证供。带2位乔先生回警署。用得着用手铐吗？我们会用暴力吗？潘 Sir， 我们一定会跟你回去。弟弟，放心吧，爹地没事的。天哪，上哥，帮我打电话给康大壮。好的。 2位乔先生，请。乔江山先生，我们在海底打捞到一艘快艇，证实了是属于你的下属何兆良，而快艇的艇身有个子弹孔。这个子弹孔是我在案发现场石原洲看见疑犯开快艇逃走的时候，开枪打中艇身造成的。也就是说，何兆良就是那个疑犯。快艇的艇体破了个洞，很明显是被人刻意凿穿弄成快艇的。我们还在快艇上找到一把手枪。肖先生，这把枪对你来说会不会觉得眼熟啊？法证那边已经验过这把枪，试射过，发现这把枪的来福线与萨普拉巴达体内找到的子弹头完全吻合，证实了这把枪就是杀人凶器。再配合其他环境证供，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何兆良就是杀死萨普拉跟巴达的凶手。而在萨普拉被枪伤那晚，也就是2月25号晚，你肩膀受了伤，到一个叫冯志亮的黑衣市医生那儿抢救。这一点，冯志亮已经证实了，他也转做了我们警方的污点证人。他同时证实，何兆良听了你几句话之后，接着就出去了，没多久就发生了这起枪杀事件。根据反黑组的资料，何兆良跟你关系密切，帮你解决过不少麻烦，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何兆良是听你的吩咐而去杀人。别再说了，赵良的确帮我做了很多事，我欠他太多了。为什么山哥他们去了这么久都不打电话回来？难道真的很严重的事？康大壮，我爹地怎么样？到底是什么事？时间紧迫，2位乔先生的情况完事再说。我眼见瑟普拉要枪杀你，危在旦夕之时，我抢了他的枪，迫不得已之下枪伤他。可是难保瑟普拉之后不再动杀机。为了你的安全，我决定让瑟普拉永远消失。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杀死了瑟普拉，同时也杀了意外撞来的警察。我是罪有应得，这是我最后一次自作主张去做事。若造成你不必要的麻烦，恳请原谅。希望来世还能够再见。2月28日深夜，何兆良绝笔。这封遗书是何兆良自杀之后，乔先生才收到，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是何兆良私下决定要杀萨普拉和杨耀东，这足以证明我当事人是清白的，对于这起凶案全部知情。肖先生，既然你一早有何兆良的遗书，我们之前又找你录过几次口供，
还怀疑你跟这起凶案有关，为什么你不一早拿出来？许四儿啊，杀人呢始终是一件犯罪的事，更何况人心是肉做的。一个老伙计为了你的安全去杀人，你叫我怎么忍心把他供出来呢？是你们逼我，不得不说，才被迫把信拿过来的。我这样做，会让赵良名誉扫地。我真的很对不起他。我们查过，你注资萨普拉200亿，你们俩都是赚大钱的人，为什么他还要杀你？贪得无厌啊！他拿把枪指着我，他要我签名把我所有的钱转到他的户口里，我不肯，他就开枪。现在关键的证据已经有了，除非你们可以证明这封遗书是伪造的，否则不应该再怀疑我当事人。经笔迹专家验证过遗书的字迹，确认是何兆良写的。就算遗书是真的，何兆良这么忠心，帮乔江山杀人都肯，写封认罪书有多难？更何况他知道自己有了肝癌，死了一了百了。现在乔江山最有利的地方就是死无对证，何兆良已经不在了，他说什么都行。你们不觉得萨普拉要杀他是很合理的吗？文检控，以我们手头上的证据，要起诉乔江山串谋杀人，胜算有多大？可以说没有。换成你当陪审团，以大家手头上的证据，你也会相信乔江山的说法。不是就这么放他走吧？伟琛，事实往往就是这样，明知道有人在帮他顶罪，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做过就是做过，瞒不了多久。二叔，你们俩终于回来了，担心死我跟紫菱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警察会说你涉嫌谋杀呢？他们查到赵良杀死了萨普拉，还有个警察，但是他们非说我是主谋。啊？怎么可能？弟弟怎么会这么做呢？就是啊，幸好你爹地有赵良的遗书，赵良承认所有的事都是他做的，这才证明你爹地是无辜的。就是康大壮拿走的那封啊。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无缘无故怀疑 Daddy 呢？是徐伟琛。不会的，伟琛没道理这么做。没道理，他气我一直不喜欢你们在一起，就编了个故事出来，公报私仇。不对啊，伟琛是忘不了他以前的女朋友，才不跟我开始的，跟你有关吗？因为我一早就看穿他，看穿他接近你，不是想当你的男朋友，而是想当我的牵引女婿。他看骗不了我，就找了一个借口，留条后路给自己。什么后路？他跟你说他忘记不了死了的女朋友啊，真的说得很深情啊，可以感动你，留住你的心。那将来我不在了呢，他可以说啊，旧情已经全忘了，又可以回到你身边了。你爹地就你一个女儿，他到时候就可以继承你爹地所有的东西。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伟琛会这么做。难道你相信爹地是杀萨普拉的主谋啊？现在事实摆在眼前，连警方都相信我们是无辜的，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对啊，紫菱，姓许的是外人，我们才是一家人嘛。紫菱啊，清醒一点。那个徐伟琛不是个好人，别再为他浪费时间了。不要再说了，我心里很乱，我不想听啊。紫菱。潘 Sir， 我想继续查萨普拉还有巴达的案子。律政署那边已经决定终止对乔江山的起诉，调查也该结束了。但是萨普拉堂堂一个印尼大富商，身家几千亿，会为了200亿杀乔江山，你不认为有点牵强吗？我也认为当中还有不为人知的内情，但是靠想是没用的，什么都要讲真凭实据，证据不足就是证据不足。所以我想去印尼，再找找萨普拉跟乔江山之间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成锁已经过去了，
我比较熟悉乔江山，也许能找到新的线索。潘 Sir， 你也不想巴达死得不明不白吧？那好，我给你2个礼拜。如果2个礼拜之内你找不到有力的新证据，就一定要结束调查。Yes, sir. Thank you, sir. 2位乔先生牵涉的案子被媒体广泛报道，现在影响到盛天的股价。股价有些起伏，我们还损失得起。但是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公司的声誉。看来我要选几瓶好红酒，跟媒体朋友喝个几杯，希望他们笔下留情。过段时间这件事就会淡了。我也在想安排盛天赞助不同的慈善活动，让我们的公关形象更好。好，这方面你就跟小乔先生谈吧。好的，那我先出去了。阿水，你看看有哪几家投资公司愿意接受萨普拉那些可换股债券？哎，被人多赚一些也无所谓，务求一次把它清了啊。那就眼不见为净了，从此跟萨普拉毫无关系。这件事终于可以告一段落。话是这么说，但是子林现在心情很糟。哎，我真的很想带他出去走走，散散心。红爷，喂，红爷。沈哥，我刚刚收到消息，徐伟琛要去印尼找索普拉的资料。谢谢你啊，谢谢。岂有此理！什么事，大哥？那个徐伟琛不死心，想去印尼查。那就由着他去啊，反正赵良跟萨普拉都死了，他再厉害也查不到什么。就算查不到，他冤鬼似的缠着我，我还有好日子过吗？这是印尼警方关于萨普拉的资料，去印尼之前看看。Yes, sir. 啊，巴达，你要保佑我跟头找到线索回来，知不知道？包太 ，sorry。这是印尼警方帮我们请的翻译，你打给他，看有什么要事先安排的。Yes, sir， 我去做事了。周 Sir， 周 Sir， 许 Sir， 什么事？知道你还在查 Sapolo 的案子，我有消息，看能不能帮你。什么消息？这个线人之前帮我不少，信得过。这位就是重案组的许 Sir， 这个就是四眼父。你们慢慢谈，我先出去。谢谢。周 Sir 说你的消息很准。先说好了，线人费10万。10万块？你的消息准不准？值不值10万？那就看你想不想破案。我只得赚这个钱。先透露点来听听，准的话钱我照给。这个人是我死党，表面上他是抓鱼的，其实是走私才是正职。那天他在石原州对面的荒岛那儿卸批走私货，无意中看到有个家伙鬼鬼祟祟把什么东西埋在了地下，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了。谁知道仔细看，原来是何兆良。为什么你死党会知道那是何兆良呢？警官，新闻都爆出来了，在飞鹅山烧炭死那个盛天高层吗？平时啊，在八卦周刊已经看过他的样子，怎么会不认识啊？那他看见何兆良的时候是几号？大概几点？应该是2月27号，星期三，应该是下午3、4点吧。我还记得我死党说星期三晚上跑马，他还输了一大笔，所以我记得。何兆良在埋什么东西？埋哪儿了？距离那么远，哪儿看得清楚啊，警官？那是荒岛，很偏僻的，没我死党带路，你根本找不到。好，叫你死党带我们同事去。同事？警官，你别闹了，我死党走私的，他肯爆料出来已经很冒险了，你还带一群警官去找他？带你一个人也就算了，你可以先想想，愿意的话就交钱，我马上带你去见我死党。但是我不敢担保他会不会临阵退缩，倒是跟我无关了。四眼夫，怎么这么久啊？1个小时了。喂，丁贵，怎么这么久？有大雾吗？就走一条深一些的航道，安全一点。那个破荒岛又难找，喂，你们2个先进去吧。
雾又大，风又大，待会儿不小心掉水里了。走。喂，走吧，往前点就是了。趴下，别动！老大，快开枪啊！还不开枪？开枪了，没命了！危险，快跑！别动！你们什么人？香港警察，你们非法闯入中国国境。什么？这是哪儿？深圳宝安区。潘队长，谢谢你。别客气，你可以走了。班长，丁贵跟四眼夫是不是放出来了？公安酌情放你走，当然也放了他们两个。是他们设局陷害我，一定要问清楚是谁指使他们的。问清楚？装疯卖傻就很清楚，说大雾啊，走错路啊，到了深圳都不知道，还说那天远远看到何兆良埋东西，埋什么看不清，正确的地点呢又说记不清楚，摆明是耍花样。那也没办法，到最后他们说真的找不到线索，最多把信任费退回来啊。那有人预先埋伏向我开枪，这件事是真的吧？这一点呢，公安证实了，在现场找到的弹头有属于你的枪的，也有不明来历的。他们是收到线报说有人非法入境，才带队去那里。摆明是个陷阱啊！是丁贵还有四眼妇引我去那儿开枪。哎，这里就我们俩。其实我也觉得很可能是，但是在台面上就要讲证据、讲法律，尤其是我们纪律部队。事实是你真的触犯了内地的法律，放你走，已经是酌情处理了。很明显，这件事是有人不想我再查萨普拉跟巴达的案子，这个人一定是乔江山。这点之后再说。不过你就……上面怎么说？你已经被勒令及时革职。曾想象太好，歷太多失意，孤單的滋味，天知我知。太幸福的事，也許要變過幾次，分到珍惜的意思。失望太多，就是多一次，不捨的思念不可遏止。